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你一定知道怎么用不客气，那你也会用别客气吗？今天我要带你掌握不客气和别客气的真正用法。You've probably learned the basic meaning of 不客气 and 别客气。But here's the thing, many learners still use them the wrong way.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your Chinese may sound a little awkward. In fact, in over 15 years of teaching Chinese, I've seen so many intermediate learners misuse or misunderstand 别客气. But don't worry.In this lesson, you'll discover how native speakers really use these phrases in daily life. I'll walk you through tricky quizzes and real-life examples, so you can avoid mistakes and speak Chinese more naturally and confidently. I'll be speaking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but feel free to turn on subtitles anytime.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o help you practice.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我们先来做个小测验，测试一下你会不会用不客气和别客气。第一题，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这没什么。第二题，今天下班以后，我顺路载你回家吧。我家就在附近，我自己走路回家就好。第三题，感谢招待，你家真大，真漂亮。请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接下来，我们一边分析不客气和别客气的用法，一边检查你的答案。首先是不客气。最基本、最常见的用法，也是你在课本里学到的，那就是回答谢谢的时候。不客气也可以说不用客气，意思是这没什么，你不用特别客气。比如说，朋友感谢你帮他拿书，你可以回答不客气，小事一件。另外，你可能不知道，不客气也可以用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那就是警告或威胁别人。例如，小明发现有一个陌生人在跟踪自己的女友，他就对那个陌生人说：你在跟踪我女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这里的不客气并不是回答谢谢，而是警告对方，如果在做某件事，你可能会采取行动，带有威胁的语气。说这句话的小明有可能再看到那个陌生人跟踪自己的女友，就会去警察局报案。而对你不客气这句话，就是在暗示自己可能会去报警，或是做出其他对那个跟踪者不利的行为。回到刚刚的小测验第一题，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不用客气，这没什么。
你答对了吗？小美想回应小明的感谢，所以回答不用客气或是不客气，这是最自然的用法。有些学生会问，可不可以用别客气来回应别人的感谢呢？我自己没这么用过，也很少听到其他中文母语者用别客气来回应别人的感谢。至于母语者都怎么用别客气，等一下马上就会讲到。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母语者回应感谢的方法，可以参考67集的节目，我在那堂课有详细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别客气。别客气和不客气虽然很像，但是用法其实不太一样。当你想拒绝别人的好意，但是不想让对方觉得尴尬，可以说别客气，或者你太客气了。例如刚才的小测验第2题，今天下班以后，我顺路载你回家吧。您太客气了，我家就在附近，我自己走路回家就好。或是别客气，我家就在附近，我自己走路回家就好。在这个例子里，有可能小美知道上司喜欢自己，但是自己不想接受他的好意，所以用您太客气了，或者别客气来委婉地拒绝上司，让他不觉得很尴尬。在日常生活中，母语者经常用这种说法来婉拒别人的好意。如果哪天你听到母语者对你这么说，那最好就别再坚持了，因为对方其实是不太愿意接受你的好意。另外，别客气也可以用在鼓励对方接受你的好意，让对方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例如，你邀请朋友们吃饭，可以说，你们想吃什么尽管点，别客气，今天我请客。这里的别客气其实就是不用见外，尽管享用的意思。回到我们的小测验第3题，感谢招待，你家真大，真漂亮。不用客气，请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别客气。在这个例子里，小美先用不用客气来回应小明的感谢，再用别客气来鼓励小明接受自己的邀请。怎么样？这个小测验你答对了几题呢？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对于不客气和别客气的差别清楚多了呢？最后，我想给你一个小作业，试着用今天学到的不客气和别客气各造一个句子，留言在影片下方。多多练习，你一定会越来越熟练，也不会再用错了。如果你觉得这堂课对你有帮助，也别忘了给我一个赞。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